这男孩只是烤了一只鹅腿，却引发了2所顶级学府的鹅腿之争。我们要开设一个烹饪学院，等小孩哥成年就让他来当院长。如果没有小孩哥的烤鹅腿，我不可能有今天的成就。我的国家专利有李长寿的一半。我爸说李长寿做出来的菜肴是重要的商业战略物资。我今年18，他8岁，我要跟他定娃娃亲。从今天开始，你来卖烤鹅腿养家糊口。放假不想上补习班，你想干嘛？你知不知道摆摊有多辛苦？李向东一狠心，决心用现实来教育李长寿，能够做到补习班读书学习，是件多幸福的事情。好嘞，老爸，摊子交给我，你放心。李长寿可不是盲目自信，他是一位穿越者。上一世他就是靠鹅腿发家致富。就在李长寿鹅腿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，他却因突发恶疾撒手。你小子真是油盐不进啊，是不是皮痒了呀？东叔，预定一份鹅腿，我12点来拿。李向东的鹅腿在这小吃街也算是小有名气，经常有学生来预定。校花陆桃就是常客之一，也是蓝海省高考状元，妥妥的神级女学霸。小陆啊，现在我这鹅腿摊子由我儿子接手了，有啥事儿都找他。东叔的儿子成老板了，这怎么看都不超过10岁，他能做鹅腿？不过学霸就是学霸，很快陆桃就大致想明白是什么情况了。小弟弟，做鹅腿可不轻松哦，如果姐姐吃不到鹅腿会哭鼻子的，你也不想看到姐姐哭鼻子吧？听到没有，兔崽子，你要是做不好，大姐姐就得饿肚子。行了，知道了，你们这帮大学生真麻烦，以后我来当饲养员，保准把你们养得白白胖胖的。难道在这小孩眼里，我们这帮高材生都是张大嘴等待投喂的宝宝不成？我先前的话只是为了教育你好吧，又不是真的没鹅腿吃就饿死。你个臭小子怎么说话呢？找打！好了，不废话了，老爸，我去买食材了，您歇着。对不起啊，小陆，我这孩子太皮了。没事没事，不过一个8岁的小孩子口气居然这么大，我倒要看看你们搞出什么名堂。上好的冬瓜喽，3块1斤；生好的大萝卜1块5一斤。李长寿逛到肉铺摊子前，左瞧瞧右看，手里的钱就是花不出去。京都菜市场比起前世进货的农贸市场要大多，货源也复杂得多，挑了一会儿眼都花了。李长寿也没能筛选出合适的食材。哎，没办法，大不了今天中午不开张。想要做出好吃的美食，食材一定是重中之重，容不得半点马虎。与此同时，李长寿身后20米处，大家瞧瞧，这就是李记烤鹅腿的新掌门啦！我和你们讲，这小家伙逗得很，刚才他还说要当大学生的饲养员。陆桃举着手机，在京都大学校内论坛开上了直播。听陆桃讲完来龙去脉后，不少京都大学的学生都乐了。好，这倒霉孩子倒是挺有意思。不过看他在菜市场这手足无措的样子，连进货这一关都过不了，更别说做鹅腿了。这菜市场我来过，水深得一笔，我去都被菜贩子差点坑掉苦碴子，别说他一小孩了。桃姐，不管怎么说，中午的鹅腿怕是吃不上了，到时候可别忘直播他吃皮带炒肉啊！父亲的7匹狼是男孩成长过程中逃不掉的一课。直播间满是欢乐的氛围，大伙仿佛已经看到了李长寿的结局。毕竟谁不乐意看熊孩子被揍呢？那比吃鹅腿有意思多了。食神菜谱已解锁。食神菜谱记载着我国所有美食的烹饪方法，宿主需要通过任务获得奖励并解锁菜品。这个系统还挺简单的，没有花里胡哨的签到、抽奖，它仅仅是一本菜谱，承载着我国渊博的美食文化，还挺适合我的。任务颁发，请宿主购买紫色品质以上的鹅腿，用于烤鹅腿的烹饪，检测到宿主为新手。奖励技能：厨神之眼。宿主现在可以看出各类食材的品质，灰色代表糟糕，白色代表普通，绿色代表良好，蓝色代表优秀，紫色代表珍贵。话音刚落，李长寿只觉得视野一亮，扭头看周边菜摊子上。大头青菜，品质白色普通，由于水分流失过多，青菜口感变差，不建议购买。鸡胸肉，品质灰色糟糕，鸡胸肉已发生轻微变质，食用后可能会导致腹泻。这个技能也太实用了吧！这样我就有足够的时间筛选出合适的鹅腿了。李长寿微微一笑，再次开动3轮车。难道这小家伙准备开始买菜了？我得跟紧了。乌鬃鹅腿，品质紫色珍贵，新鲜乌鬃鹅腿，肉质鲜美，肥瘦适中，被誉为鹅中瑰宝。好家伙，遇到个高品质的鹅腿！李长寿忙将3轮车停在一旁，然后慢悠悠地转过了鹅腿摊子前，冷眼完事他并不问价，反而去旁边的摊子挑了挑大冬瓜。老板，这个怎么卖的？去，一边去！李长寿被赶了也不恼，随后又折返回来，从鹅腿摊子前路过。这属于李长寿的小心思。你要是直奔着鹅腿摊子去，那摊主搞不好就吃准你的心思，开始要价。不过这摊主显然是个老实人，见李长寿路过几次之后，他挠了挠头，忍不住开口了：“小娃子，
家里买菜看看我家的鹅腿吧，虽然不好吃，但是便宜啊。好家伙，哪有贩子会上来说自家东西不好吃的？就这样卖能卖出去就有鬼了。老板，这鹅腿真便宜的话，我倒是可以买点。我们家这鹅腿只剩便宜了，12块钱1斤给你行不行？你这就完事儿了。12块钱买紫色品质的鹅肉，那太行了。老板，10块钱1斤得了，把你这些鹅腿全给我装了。这小家伙进货这么草率的吗？合着什么便宜买什么呀？人家老板都说了，这鹅腿不好吃，你进货进的再便宜，卖不出去不也砸手里吗？鹅腿摊主再三和李长寿确认后，笑得嘴巴合不拢了，赶忙就帮着李长寿把鹅腿往3轮车上装，生怕李长寿反悔。王嘴，我可和你说好啊，这鹅腿容易炖烂，肉跟软泥似的，真不好吃，所以我也卖的便宜。你回家发现不好吃，可别领着爹妈找我退货。听着摊主发表免责声明，李长寿心里大致明白怎么回事了。为啥这摊主会觉得这紫色品质的鹅腿不好吃？那是因为本地人做鹅腿通常是高压锅炖煮的方式，这显然和乌宗鹅的肉质不契合，属于暴殄天物。那样做出来好吃就有鬼了。事实上，只要火候控制得当，做出来的乌宗鹅肉质紧致，口感极好，根本不会过度软烂。老板，你放心，我绝不找你退货。你这鹅腿哪儿进的？这是我媳妇养殖场里整的外地新品种，进价可贵了，你买了绝对不亏。哦，原来这样。老板，怎么称呼？这娃子口风挺成熟，估计没少帮家里干活。我姓朱，叫我朱哥就好。朱哥，这鹅腿我可能下午还会要，你和嫂子打好招呼。还要大客户啊，得嘞。然后他潇洒地开着3轮车走了。鹅腿买好了，接下来可得赶紧回去进行卤制的步骤了。这熊孩子就是不靠谱啊，口口声声说养活我们这帮大学生，就准备拿这种低价鹅腿糊弄我们，忒缺德了。人人都觉得不好吃的鹅腿，却被这个8岁男孩订购了上百斤。因为他不想上补习班，他父亲一气之下将烧烤摊交给他，让他明白读书的重要性。兔崽子还知道回来。老爸，快过来帮我卸货。卸货。李向东3步并作2步，看向3轮车后的车厢，眼角一阵抽搐。他娘的，你李长寿去进货可真不含糊啊！这满满当当几箱子鹅腿，估计要有近100斤了。臭小子，你能卖得完？这近100斤鹅腿，怎么说都要2、3千块钱了。李向东心在滴血。放心吧，老爸，这鹅腿就花了我900多块钱。多少？你说多少？这鹅腿花10块钱1斤，这价格能吃吗？冻鹅腿都比这价格贵啊！这兔崽子准让坑了，搞不好拿了变质鹅腿，要是把学生们吃坏肚子了，我这鹅腿摊还不赔死啊！老爹，你先别急呀，你仔细看一下。这鹅腿坏倒是没坏，反而新鲜得很。不过10块钱1斤的鹅腿准是下本货，做出来必定不好吃。忍住，瞧这小子到现在还自信满满的样子，更应该让他接受进一步的打击。不过这一次的社会学费可太贵了，近1000块钱呢。这臭小子真敢花，我倒是想看看你买那么多鹅腿能不能卖完。要是卖不完，今年可要扣你压岁钱。烤鹅腿解锁，烹饪难度中等，烤鹅腿厨艺技法正在传输。烤鹅腿的种种技法和烹饪细节也浮现在李长寿的意识中。哇，原来烤个鹅腿有那么多讲究。我怎么说前世也干了几年烤鹅腿生意，自认为厨艺还不错，但是和这食神菜谱记载技法相比，我烹饪的烤鹅腿简直一无是处。新任务发布，厨艺必须实践，切勿纸上谈兵，请宿主制作出一份紫色品质以上的烤鹅腿。紫色品质，我现在有紫色品质的新鲜鹅腿，再加上系统赋予的烤鹅腿专项厨艺，搞出来一份紫色烤鹅腿应该不难吧？李长寿便开始腌制，独家秘方配制中，需5月32日那天公布。我这次虽然耳濡目染懂基础做法，但手法看着还差点意思。看啊，这小家伙开始做鹅腿了。看这倒霉孩子，这明显是业务不太熟练啊。一个8、9岁的孩子懂个锤子腌鹅腿，10块钱1斤的垃圾鹅腿，配上这倒霉孩子的胡乱操作，我都不敢想象做出来的烤鹅腿最后能有多难吃。我倒是想去尝尝这黑暗料理有多难吃，顺便观赏一下熊孩子挨揍的盛况。这边李长寿手里活不停，没一会儿功夫就腌制了1篮子肉，看他这架势，是准备一口气将近100斤鹅腿全部腌制完。这臭小子脾气真倔啊，也不知道随了谁。小孩子的身体真不行，累死我了。腌制工作终于结束了，接下来就开始烤了。李长寿就将第一批鹅腿一个个放了上去，随着烤炉温度升高，淡淡肉香气就弥漫开来。咋这么香？难道是我饿得很了？这小家伙做出来的东西我都能觉得香。过了5分钟，李长寿又在鹅腿刷上一层秘制酱汁，这样做是为了让鹅腿更加入味。再次炙烤，伴随着鹅腿滋滋冒油声，更为浓郁也更为独特的烤鹅腿香气，霎时间席卷开来。哟，挺香啊！今天老李的鹅腿怎么闻起来有点不一样啊？
对，除了烤肉油脂香气外，还多了一丝甜香，让人食指大动，不自觉地流口水。走，去看看情况。老李，怎么个事儿啊？怎么是你儿子在这里烤肉啊？别说，这小娃子倒是烤得有板有眼的。李向东，你这是玩的哪一出啊？嗨，甭提了，我家这兔崽子不想上补习班，我就让他体验一下赚钱有多苦。听到这话，不少人露出释然的笑容。走，赶紧回去。李向东让他儿子来搞烧烤，纯属是作死的行为。是的，我们的机会来了。老婆，中午多备几份烤羊肉串，那李记烤鹅腿抽风了，居然让个8岁小孩烤，咱们的小烧烤中午怕是要大卖了。表弟，你多包点饺子，咱们水饺摊一会儿要大火了。到时间了，烤好了。烤鹅腿品质蓝色优秀，评价该菜品色泽，气味极佳，但滋味不足。居然才特喵的达到蓝色品质，坑爹呢吧？李长寿品尝了一下烤鹅腿，哇哦，这么好吃系统居然还说什么味道不行，这系统到底判断准不准啊？李长寿又细细品尝，很快发现了问题所在，应该是火候不够，蜂蜜未能和烤鹅腿完美融合在一起。再烤一次，就不信出不来紫色品质的烤鹅腿。说干就干，随后立即进行下一炉烤鹅腿。小老板，我来拿我预定的烤鹅腿。还没到12点呢，再等等。可是你不是已经烤好一炉了吗？那是试验品，不算数。试验品，这明显就是这小孩做的太难吃，不好意思端上来吧。李长寿按照自己的上一次失败经验，加大火后，随着温度的提升，没一会儿功夫，烤鹅腿发出噼啪的油脂沸腾声。没看出来，这小子还干得有模有样的。自己这儿子或许真在烤鹅腿方面有点天赋，不过我坚定地认为，万般皆下品没有读书高，烤鹅腿再好吃照样没出息。时间来到12点，烤好了。烤鹅腿品质紫色珍贵，评价该菜品色香味俱全，是难得的美味。紫色品质的菜品终于完成了，真折腾啊！不过做出珍贵级别菜品的成就感和自豪感也是其他事情代替不了的。恭喜宿主完成任务，奖励宿主体能强化卡1张。这系统给的体能强化卡，无疑是给我雪中送炭啊！宿主请注意，新任务开门大吉已发布，请宿主售出666份烤鹅腿。这任务难度增加了呀！我前世烤鹅腿最火爆的时候，一天也就能卖出300份左右的烤鹅腿，系统要求卖出600多份，这搞不好今天都完成不了任务，得加把劲儿了。那个学生妹，你的烤鹅腿好了。这小家伙说话老气横秋的，也不想想他自己才是小学生，而我是大学生。哼！同学们，我接下来可要试吃了。这烤鹅腿脆皮的酥脆感和鲜嫩的鹅肉构成了美妙的口感，肉的鲜美、酱汁的醇厚、蜂蜜的香甜，以及一股奇特的树脂味道完全混合在一起，构成了梦幻般的味觉体验。卧槽，这天底下特喵的还有这么好吃的东西！陆桃立刻狼吞虎咽地啃着剩下的烤鹅腿，却忽略了鹅腿内部的油脂还锁着高温。直播里，同学们都看傻了。我说桃姐，你品鉴个黑暗料理不必这么拼吧？难道这个烤鹅腿真的味道还不错？太烫了，太烫了！老板，来2个烤鹅腿。今天怎么是个小家伙？李叔呢？李长寿没有多说什么，递上了烤鹅腿。两人相视一眼后，试探性地品尝了一下。很快，2个身高近2米的大老爷们也烫得不会说话，嘴里冒火。现在的年轻人啊，心都太急，心急吃不了热豆腐，没听过吗？到底啥情况？这烤鹅腿会特喵的咬人是吗？嘶哈，到底是啥意思啊？这烤鹅腿到底好不好吃啊？这直播看得我心里直痒痒。终于陆桃缓过劲来，这烤鹅腿不单单好吃，是太特娘的好吃了。陆桃居然说脏话了，都别愣着了，赶紧过来买！如果被隔壁水木大学的学生发现了这宝藏，可就糟了。水木大学那帮孙子，天天跟我们比学习，比美女数量，就连水伙食吃得好也要比。要是发现有什么宝藏小吃，那帮孙子绝对要跟我们抢。对，趁着水木的人还没发现，我们京都大学的学生们必须抢占先机。8岁男孩第一次替父亲摆摊烤鹅腿，却让京都大学的学子们疯狂抢购，而且还要用自己的一身知识来换一只烤鹅腿。小孩，我的鹅腿能不能快一点啊？叫什么小孩？叫他小孩哥，他是我的亲哥，我希望我哥能快点给我烤鹅腿。但是由于李长寿一次只出5份烤鹅腿，再快效率也高不到哪去，大伙儿只能老老实实的等着。我说小孩哥，你就不能一次多烤几只鹅腿吗？一次5个，我们要等到啥时候去？不行，一次只能烤5只鹅腿，如果烤得多了，味道就不好了。我估计照这个速度，我1个小时后才能吃到烤鹅腿。老板，你一次只烤5只烤鹅腿是为了控温吧？其实你可以升级一下电吊炉，比如说把高温炉主体结构变动一下，加上陶瓷片，还有加热系统也可以更新。谁说电吊炉可以升级？
听李长寿这么一说，学生们都循声扭头。我去，这不是谢飞谢学长吗？谢学长，全名谢飞，京都大学机械工程系新生代天才人物，优秀博士生，年仅25岁就发表了 SCI 论文14篇，影响因子累计51.9。这种成就，普通大学中的领域教授都难以碰瓷。没想到谢学长也来排队买了腿啊！没办法，10分钟之前尝了一口同学买的烤鹅腿，这味道简直要起飞呀！我只是提个建议，如果花点心思和功夫，做出超越明火吊炉的高配版电吊炉也不是不可能，速度也会更快。对于谢飞来说，电吊炉这种东西太小儿科了，他一眼就看出了目前的问题，各种改进方案也是流淌于心中。如果真如他所说能搞出来高配电吊炉，那可就省了大功夫了。同学，你如果能造出你所说的高配电吊炉，我可以考虑让你成为我李记烤鹅腿的 VIP， 每天都会给你预留烤鹅腿。另外，我也愿意花重金购买，毕竟电吊炉这玩意儿对烤鹅腿而言实在是太重要了。重金购买，我谢飞在乎钱吗？我在乎的是成为李记烤鹅腿的 VIP 客户呀。预留烤鹅腿是什么概念？那就意味着我不管什么时候来，都会给我留一份烤鹅腿备着，革新一下电吊炉而已。对于我谢飞而言，根本不是事好吗？这不赚翻了！李记烤鹅腿 VIP， 我谢飞势在必得。还能这样玩？小孩哥，我虽然不会研制电吊炉，但是我会编程啊！我给你编写一套小程序，用来预约点餐，怎么样？小孩哥，我是音乐系的，我可以给你的烤鹅腿写一首主题曲啊！看我，小孩哥，我是体育系的，我能给你当保镖，你看行不行？妈的，我是化学系的，咋整？要不我给你烤鹅腿整点科技狠活？呵，开个玩笑而已。李长寿被大伙的热情也整懵了，挠了挠头，一时间也不知道怎么回复才好。小孩哥，我是教育系的，我愿为了烤鹅腿 VIP 给你当终身免费家教。那个说给我当家教的是谁？给我出来！我要给你加黑名单。这是怎么回事？事情的发展有点过于天马行空了。在我设想中，这小崽子应该是卖鹅腿受到挫败，心灰意冷。然而并没有发生，反而生意开始火爆起来了。照这么下去，我这儿子岂不是在卖鹅腿的道路上一去不复返了？这可不行啊！行了，你别烤了，让我来吧。老爸，不是我低估你啊，你可烤不出我这鹅腿，你一接手咱们招牌可就砸了。混小子，你放什么屁呢？你怀疑我的烧烤技术？这时李长寿直接抄起一只废弃的蓝色品质烤鹅腿送入李向东嘴里，这味道，整个人仿佛过了一遍点，身子也变得极轻，伴随着烤鹅腿的香气飘啊飘，我要飞起来了。老爸，你干啥呢？这混小子做出来的东西咋这么好吃？不可能啊，没有理由啊！我特么是不是没睡醒啊？这老天爷是在玩我呢？讲不讲点逻辑？儿子第一次烤鹅腿就轻而易举的超越我这个当爹的了。李向东此时正受着巨大的精神震撼，他觉得自己内心某些固有观念被打破了。在李向东看来，卖烤鹅腿摆小吃摊那就是社会底层，远不能和顶尖大学的精英相提并论。但是他儿子的烤鹅腿却让京都大学的学子们疯狂，愿意用自己的一身知识来换一只烤鹅腿。或许任何职业都没有贵贱之分，只要在一个领域里做到大师，那也完全可以赢得所有人的尊重，屹立于时代的浪潮上。1个小时后，行了，烤鹅腿没了，你们都回去吧。烤鹅腿没了。李长寿一个8岁娃子说出来的话，却像一道天雷劈在学生们的心间。这比老师告诉你挂科了还让人心碎和遗憾。大家瞧一瞧，看一看，我们家的臭豆腐也不错的。我们家的饺子6块钱1碗，超级划算，大家快来看看。王同学，你平时不是最喜欢吃我们家的羊肉串吗？怎么今天改吃烤鹅腿了？别走啊，来我这儿买几串啊，我给你打折。但有了烤鹅腿，谁还看其他小吃啊？在其他摊主的叫卖声中，京都大学的学生都匆匆而去，甚至没有看一眼。靠！本来以为今天中午能多抢点李记烤鹅腿的客源，没想到咱们的客源反倒是被李记烤鹅腿抢走了。这 TM 还让不让人活啊？我提前多备了10来斤羊肉串，这半天了一串都卖不出去。小吃摊主们纷纷吐槽，盯着李长寿咬牙切齿。但是不管他们再怎么眼红，小吃行业都是个很讲究实力的地方。你做的东西没人家好吃，就是没人会来光顾，急也没用啊。李长寿进货不过100斤烤鹅腿，可在现场排队的学生都快要到200人了，所以大部分学生是根本没吃上李长寿的烤鹅腿。我要是早点来就好了，我当时看桃姐直播还以为这烤鹅腿不好吃呢。就是啊，如果不是桃姐，我说不定一下课就来买烤鹅腿了，那准能吃上。我直播的时候可没说李长寿的烤鹅腿难吃，是你们一个劲儿的说烤鹅腿味道肯定不咋的。别忘了，你们当时可还在弹幕里说李长寿肯定会挨揍呢。现在抢不上鹅腿挂我来了，你脸皮能防核弹吧？陆桃的话让大伙脸上一阵发烧。特喵的，除了莫欺少年穷，现在还得莫欺幼年穷。你永远想不到，为了一只烤鹅腿，这群大学生会有多疯狂。快，师兄们，实验室集合！谢师弟，
怎么了？难道有什么大项目？的确，我准备研制出一款电吊炉。我需要电吊炉的加热能力和烧烤能力都能模拟明火吊炉。另外，我还需要赋予其智能系统。我们平日里研究的可是仿生机械、纳米摩擦、人工智能呀。而现在谢飞居然要搞什么高配电吊炉，这未免有点太低端了吧？我是给一个卖烤鹅腿的小孩子研究的。你他喵的天才级别的人物，跑去给一个小孩设计什么电吊炉？理解不了，完全理解不了。师兄，我时间不算充裕，你们一句话，帮不帮我这个忙？罗氏师兄们相视一眼，都无奈地叹了口气。帮怎么能不帮啊？谢飞这种级别的人才，将来我们这帮做师兄的还要找他帮忙，怎么可能拒绝他一个电吊炉的请求？那好，张师兄您负责内炉层的设计，陈师兄您负责气流层，钱师兄。很快，谢飞就分工完毕。可以说，这帮人构成了有史以来最强的电吊炉制作小组。仅仅2个小时过去，电吊炉的雏形已经做好。可是现在大伙儿也遇到了点难题。我们的材料耐久度完全不够，智能系统并不是我们这帮搞机械工程的主科，要想在1个下午就研制出来，难度确实偏大。谢飞师弟，我是隔壁计算机学院的张山。张山，这货好像是刚入选杰出青年项目的大牛级学者啊，他来机械工程的实验室干嘛？谢飞师弟，还有我是材料化学院李斯。我操，这个李斯好像刚拿了预览奖学金啊！可这俩人跑到机械工程实验室干嘛？难道有什么交互项目？谢飞师弟，我们想问问你那电吊炉计划还缺人吗？我也想成 VIP， 能不能通融一下，让我加入你的电吊炉制作小组？他们2个的加入，倒是能更好解决眼下电吊炉优化的问题。这日后要成了烤鹅腿的 VIP 客户，就免去了排队的苦恼，只要提前预约即可。如此美味的烤鹅腿，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，累了来一口，熬夜完了来一口，想想就爽到飞天好吗？当然没问题，欢迎欢迎。智能系统交给我，那我去找点新型陶瓷合金材料，相信我，电吊炉用得上。合着这俩货也是来帮着小孩搞电吊炉呢？现在京都大学的天才们都吃饱了撑了没事干了是吗？张善、李斯、谢飞，以这3人为核心，都可以凑成一支冲击科技奖项的梦幻小组了好吗？结果这仨聚在一起，仅仅是为了让小孩去烤什么鹅腿？这个世界特喵的太疯狂了！谢师弟，你们口中的烤鹅腿不会是什么暗号吧？我实在想象不出来，一个烤鹅腿为啥有这么大的魅力，而且还是一个孩子烤出来的。哼，一群没有吃过李长寿烤鹅腿的凡人，夏虫不可语冰。他喵的居然说我们是虫子！别动气，谢师弟就这臭脾气。话说，我对那传说中的烤鹅腿越来越好奇了，要不咱们到了晚上也去尝尝？而李长寿这边一整个下午也没闲着，因为中午卖了128只烤鹅腿，任务才完成了19%，所以他又去进货了，而且又腌制好的8大缸子鹅腿。我说小子，就算那帮大学生再喜欢吃你的烤鹅腿，你也不能进这么多货啊！没问题，老爸，你放心，这些鹅腿准能卖完。你这可是我往常卖3天的量了，要是卖不完，中午赚的钱也给亏进去了。小孩哥，高配电吊炉做好了，你验验货。这玩意儿是个啥？导弹还是火箭？这玩意儿是电吊炉，可电吊炉应该都是带玻璃的呀，这才能随时查看吊炉里烤鹅腿的情况。这玩意儿简直像无缝金属浑然一体，这咋用？放心，我们的作品不仅仅考虑了机器美学，实用性也是拉满的。电吊炉中，我们已经设置了上百个最先进的温度传感器以及探测器，并显示在触控面板，可以让你实时监测每一只烤鹅腿的受热情况，甚至是内部温度。另外，我们的通风系统也十分强大，可以达到迅速增温和降温的2种效果，完全可以模拟明火特点。这电吊炉节能环保，还能帮你节省电费。还有，这电吊炉拥有优秀算力，我们为此开发了各种电吊炉专属的应用程式，可以帮你计算每天收入波动、科学进货量等等，甚至它还能听歌、打游戏、玩联。打住！一个电吊炉为毛需要那么高智能的系统啊？打游戏又是想到哪样啊？这不就是增加电吊炉的成本吗？这玩意儿得多少钱啊？怎么样，小孩哥，满意吗？我敢担保市面上没有更先进的电吊炉了。还可以，这个电吊炉要多少钱？要什么钱？能成为李记烤鹅腿的 VIP， 对于我们来说已经赚翻了，怎么还好意思要钱？还是要给钱的。这高配电吊炉无疑会大大的提高烧烤效率，将来我也能用，只要买得起，我还是很乐意掏钱的。义父，提前可就伤感情了。我啥时候成你爹了？好，那我就不跟你们客气了，你们以后就是李记烤鹅腿的 VIP 了。我们就不要了。我们本就是帮谢飞的忙做对人情，不需要什么报酬。再者说，这 VIP 卡片和小孩子过家家似的，实在是揣在兜里嫌浪费。师兄团现在还不知道，拒绝 VIP 卡会在不久的将来成为他们人生中最遗憾的事件之一。小孩哥，那就试试我们的电吊炉吧。对，先给我们烤上一炉，拜托了。就这样，在谢飞等人的请求下，李长寿的烤鹅腿提前开张了。没一会儿功夫，
一炉烤鹅腿出炉，这一炉直接烤了20只。烤鹅腿品质紫色珍贵，足足20个烤鹅腿，其品级居然都达到了紫色，这高配电吊炉名副其实啊！香，太香了！谢飞狼吞虎咽地啃着烤鹅腿，流下了幸福的泪水。师兄团吃了一口烤鹅腿，马上进入石化状态了。这也太好吃了！哎呦，我3年这辈子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。再来一口。原来觉得谢飞、张山等人脑子里有泡，现在看来纯粹是我们脑子里有泡呀！铁小孩哥做这高配电吊炉太值了。话说现在再开口要 VIP 卡还来得及吗？小孩哥，做个电吊炉就能享用到这么美味的烤鹅腿，我心里受之有愧啊！要不再给你做个全智能小吃车吧？这就不用了吧？就按照这种过渡设计的样，让他造个小吃车，他整不好攒一辆汽车开过来，到时候上牌照都成问题。女朋友明明只是想吃他手里的烤鹅腿，可他非但不给，还要和他分手，就连围观的同学都纷纷指责女孩。不就是一只烤鹅腿吗？你至于吗？这是一只烤鹅腿的事吗？就在10分钟前，不是说好去日料店的吗？现在就给我吃烤鹅腿，你是不是不舍得给我花钱？不是，这烤鹅腿很好吃的，你尝一下。要不是这憨货是京都大学的学生，我才懒得和他谈恋爱。你这人啊，真没有情调，哼！太棒了，怎么有这么好吃的鹅腿？这味道绝了！我说的没错吧？很快菲菲几大口就将烤鹅腿吃了个干净。你手里的烤鹅腿给我，我还要吃。这可是我翘课排了很久的队才买到的烤鹅腿，我也好饿。哼，那又怎么了？你一个大男人饿一下又能怎么样？有好东西给女朋友不是应该的吗？应该的，平常要买包要吃昂贵的网红餐品，我从没有含糊过，毕竟女孩子就是要宠着些。可是今天我才发现，我无条件的对她好，而她只是把我当个提款机，我真傻。那么好吃的烤鹅腿，老子愿意分给你一个就很不错。特喵的，你居然还想一个烤鹅腿都不给我留，给老子滚！给我你的烤鹅腿怎么了？你知道我为了见你化了多久的妆吗？现在的男人啊，自私自利，我呸！两人的吵闹迅速吸引了一些还在排队的京都学生的围观。哼，我作为女孩子就是天然的弱势方，肯定有不少学生会帮我说话。谁料，当大家了解了事情始末后，看向菲菲的眼神里顿时带上一层看傻子的目光。没搞错吧？你男朋友愿意分你一个烤鹅腿还不行，你居然还想把他的也吃了？知道烤鹅腿多难排吗？我特喵的在这儿等了1个小时了，还没吃上呢。我去，我是个女生，谁想分我的烤鹅腿，我就和谁拼命。你男朋友居然愿意分你一个？我说帅哥加个好友，我来当你女朋友吧。菲菲显然低估了烤鹅腿在京都学子心中的地位，听着学生们的声讨，还有这么多要加好友的妹子，菲菲彻底破防了。哼！与此同时，不远处，老赵啊，咱们和墨城大学的运动交流赛明天就要展开了，墨城大学学生们的饮食问题，还请你手拿把捏，力求精益求精。好的，我明白，校长，你一切放心。这个一脸愁容的挂断电话的男人，他叫赵振海，是水木大学后勤部门的主任。赵振海猛然抬头，看到了京都大学学子们组成的长龙。这帮子学生在抢啥玩意儿？这小子还真是行了，就今天卖出的这鹅腿，赶上原来4、5天的了。行了，回去吧，没有了。小孩哥，我瞅你那烤鹅腿不是还有几只吗？就给我做了呗。就是小孩哥，要是吃不上你的鹅腿，我晚上可睡不着了。仍在排队的学生见小吃车铁盘子上还有几只烤鹅腿，想要讨要过来。李长寿则有点无语。剩下的烤鹅腿我们自己还吃呢，总不能不让我吃口饭吧？请爱护小朋友好吗？那行吧，小孩哥，以后可记得继续出摊，不，继续投喂我们。对了，小孩哥，我建了个聊天群，你进一下，我让你当群主。聊天群，这倒是个增加客户粘性的好东西。好了，搞定了，你们赶紧回去吧。娃子，能再给我一个烤鹅腿吗？学生们是走光了，可一个中年男人还是厚着脸皮来到了摊位前，给李长寿递去一张名片。李向东一脸狐疑，抢先接过名片。水木大学后勤部门主任赵振海，这可是个大人物啊！不管你是谁，我们已经要收摊了。我们对待顾客都是一视同仁的，既然不卖给学生，也不会卖给你。不错，小年纪不卑不亢，这小娃子是个材料啊！你误会了孩子，我只是想试吃一下你的烤鹅腿，1块，哪怕1小块鹅肉就行。烤鹅腿哪有1小块1小块咬的？你把自己当路边的流浪猫狗？这货到底是不是真的水木大学后勤主任啊？别是个精神病人吧？这是馋疯了。李长寿犹豫了一下，从剩下的烤鹅腿上撕下了1小块递给他。赵振海接过后，先是凑近看了看指甲盖大小的鹅肉，随即闻了闻，随后放入嘴里品尝。这也太好吃了吧，孩子，我能再来1块吗？赶紧走，这个男的明显就是个打秋风的嘛。
孩子别误会，我觉得你的厨艺很出色。我们水木大学后厨缺人，我是想再确定一下这烤鹅腿的味道。如果足够优秀，我会请你来我们水木大学的后厨。水木大学的后厨，我对后厨工作并没有那么感兴趣，我还是喜欢街头小吃的氛围。来，您尝尝我这只烤鹅腿。然而，还没等李长寿拒绝，李向东却抢先把自己手里的烤鹅腿给递了过去。如果能让这小子进水木大学的后厨，那无疑是一次让这小子感受到高等学府熏陶的绝好机会啊！到时候让他好好瞧瞧水木大学优良的读书环境，再瞧一瞧校内大学生充实的日常生活，搞不好就能让这小子立志学习，从此发愤图强呢！嘿嘿嘿！谢谢老板。虽然口上答谢，但是赵振海并没有直接接过鹅腿，而是把目光投向了长寿，想要看李长寿的反应。毕竟烤鹅腿是出自这个小家伙之手，我可不能把他得罪了。这小孩哥搞不好是老天爷给我送上门的宝藏厨师，是吧？赵振海这才接过鹅腿，随即将烤鹅腿送到嘴边。一开始，赵振海还能保持儒雅且专业的吃相，可到后来，赵振海越来越放飞自我，吃得无法自拔。好吃，太好吃了！赵主任，你觉得我儿子能行吗？这个，赵振海有些犯难。烤鹅腿好吃是好吃，可以说李长寿做的烤鹅腿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烧烤。但李长寿年仅8岁，搞不好管理难度比那帮大厨还大呀！万一李长寿临阵掉链子，耍小孩子性子，那咋整？而且后厨这种极大工作量，他能胜任吗？算了，都这么好吃了，赌一把。孩子，明天你就来我们水木大学的后厨吧。合同你看一下，这是定金，1个0，2个0，5个0，哇，10万！李长寿不知道的是，这个价格是水木大学按照有一定名气的专业厨师身价来拟定的，自然夸张。当然，这也侧面表现了赵振海对李长寿的认同和欣赏。最终，在李向东殷切期盼的目光下，李长寿无奈的点点头。没办法，水木大学钱给到位了，我现在的家庭状况确实缺钱。虽然烤鹅腿爆火，但是也不可能直接让我赚这么多。等从水木回来得补偿一下那帮家伙。做什么生意都讲究个人情世故嘛。明天早上8点来水木大学门口，我会来接你们。臭小子，你发财了！这合同周期才3天，3天赚这么多，这是把我以往半年的收入都给挣了。这钱你先拿着吧，我现在没啥急用钱的地方，这钱咱就用来以后采购食材和照顾老妈。这小子怎么忽然这么懂事？臭小子，这钱我就先给你存着，留着以后娶媳妇用。明明只有8岁的小孩，却走进了大学食堂。小孩，这里是厨房种地，闲人免进，去别的地方玩去。我不是来玩的，我是来当厨师的。啥？开啥玩笑？哎呦，小师傅，您终于来了。不好意思，因为去购买食材来晚了。没关系，毕竟昨晚我是临时邀约，你们的准备工作比较多，受累了。我操，原来这小子才是厨师！你妈，这是啥情况？恶作剧，这赵真还整我们呢！行了，大伙儿都赶紧准备吧，记得遵守我们食堂的卫生准则。对了，李长寿小师傅，一会儿你做烤鹅腿，能不能给我留一只？那个，我今天不打算做烤鹅腿。他想当然的以为李长寿来食堂一定会继续做烤鹅腿，谁知道在这个节骨眼，李长寿居然说搞其他菜品。可是，放心吧，赵主任，我拿手饭菜可多着呢，烤鹅腿只是其中之一。今天中午我就做个至尊炒饭给那些毛熊国的学生尝尝。看李长寿胸有成竹的样子，赵振海这才心稍微定了定。至尊炒饭虽然不算什么传统名菜，但是也是齐国家喻户晓的家常菜。透过玻璃窗可以看到厨师们已经开始忙碌起来。没多大会儿功夫，李长寿从农贸市场订购的至尊炒饭食材就运货到后厨了。臭小子，咱们可不能搞砸，要不一会儿我来做饭吧。既然和水木大学签订了合同，那就得给人把事情办好。放心吧，老爸，我能行。对了，你淘米的时候不要用冷水，搓的别那么用力，影响口感。还有，一会儿你负责蒸米，要少加点水，不要做太熟。李长寿和李向东父子俩在角落，并不起眼，但是后厨中其余大厨们的目光还是一个劲儿的朝他二人瞟去。这小孩到底干什么的呀？谁知道他们的底细啊？为啥一个小孩也能和咱们站在一起当厨师啊？该不会是什么新晋的厨艺神童吧？但我最近没听说过有这号人物啊！哦，我操！我在厨师群问出来这小孩是谁了，他不是什么厨艺神童，就是小吃街卖鹅腿的。我有个朋友昨天逛小吃街发朋友圈了，背景就有他，你们看看是不是一个人？还真是妙的，我有点不能忍了。当李向东和李长寿的身份传开后，厨师们的脸色就不那么好看了。胡说！一个卖小吃的怎么和咱们一起进水木后厨的？你看刚才赵主任对这小孩笑眯眯的样子还不明白关系互背，估计这小孩是赵振海的什么亲戚。太黑暗了！奶奶的，我不服！
我倒是想看看他们一个做小吃的能做出来啥东西。随着各式食材准备完毕，不少厨师都开始开火做饭了。现在已经是上午10点40了，算算时间，再有1个小时，毛熊国的学生们就会来到食堂。食堂和饭店不一样，由于供应量大，所以必须提前备着点饭菜。李长寿也不例外，他现在有系统奖励的基础厨艺以及食神菜谱的指导，炒个至尊炒饭那是手到拈来吗？李长寿手法之娴熟，不单单让李向东看得眼睛发直，更让一众后厨侧目。哟，这小子还能炒几下饭呢？就这几手，忽悠他们的摊上的客人还行，可入不了我的法眼。小孩子毕竟是小孩子，一个做小吃的根本不知道如何炒一份真正的炒饭。炒饭应该用隔夜饭炒啊！带着先入为主的偏见，后厨们都暗中摇头，不少人还不屑地嗤笑出声。真正的内行都知道炒饭应该用隔夜饭，而李长寿这用新鲜米饭炒饭，一眼就是小白行为。你们唧唧掰掰什么呢？来当我面说。呵呵，我们指出你儿子的错误还急了。炒饭想做好吃，哪有现蒸米的？等着炒饭做砸吧。他们的确没说错，一般情况下，炒饭的确是选用隔夜米为佳。隔夜的米饭由于水分流失、淀粉老化，形成了特殊的口感，是炒饭的完美原材料。我儿子怎么做，不用你们来教。臭小子，其实他们说的有道理，炒饭的确是隔夜的好，更何况你刚才让我煮的米都是加生的，要是把那帮学生吃坏肚子咋整？老爸，你瞧好吧，这加生饭稍加处理，就能变成超越隔夜饭的完美原材料。锅里本就有花生油打底，再加上猪油，一股油脂香气顿时蔓延开来。猪油有着极强的软润米粒的作用，凝固的猪油块在高温翻炒下迅速化开，在米粒上形成了油脂膜，让米粒蒙上了一层光亮。就这一手，瞬间让锅里的小石子变成了一颗颗小珍珠。有了油脂膜的加持，加生米饭顿时拥有了外软内硬的 Q 弹口感。同时，加生米由于猪油的浸透进一步熟化，米饭的清香也变得越来越浓郁。老爸，你也别闲着了，去准备下一锅的食材吧。臭小子，指挥起我了，儿子指挥起老子，有没有天理？不过在厨师这行，还真有，谁让自己儿子有手艺呢？至尊炒饭，制作者李长寿，品质紫色珍贵。与此同时，东食堂大门外，同学们大家好啊，这里是水木大学校园电视台，我是校记者刘雨薇。刚才呢，我已经带领大家参观了咱们水木运动健儿的食堂，现在我们来看看墨城学生们的食堂，不知道远道而来的朋友们中午都能吃到什么美食呢？美食啊，各式各样美食的味道。刘雨薇嗅到这由各种美食香气混合而成的饭菜香味中，有一道香气力压群雄，脱颖而出。这应该是炒饭的味道。按理说重油重盐的炒饭给人的气味感受应该是略带些油腻，可这炒饭味道不同，其间似乎有一股大米的清香。东食堂的厨师师傅们也已经开始如火如荼的开工了。我觉得有一个窗口的饭菜似乎特别香，好像做的是炒饭啊。正当刘雨薇踮起脚尖寻找哪个窗口在做炒饭时，导播老师忙一把将刘雨薇拉出了镜头。雨薇啊，我刚才就交代过你了，食堂的每一位师傅都是在用心烹制饭菜，你不能当着镜头拉踩。就在刚才，校电视台就发生了一起节目事故。在参观水木坊的运动员食堂时，因为有一位师傅做的是刘雨薇爱吃的卤鸡腿，所以刘雨薇就当着镜头的面儿对着烤鸡腿大赞特赞。水木大学的后厨们那都是专业厨师，都是要脸的。刘雨薇这么一吹卤鸡腿，顿时引得其他窗口的师傅不满起来。没多大会儿功夫，师傅们就上演了一出口水骂战，险些耽搁备餐大事。为了不让刘雨薇再搞出事，导播老师只能时刻盯着刘雨薇的一言一行。记住了，你只能夸饭菜健康营养，不能强调哪个窗口师傅做饭更好吃。回到镜头前的刘雨薇一脸委屈，把正在收看直播的水木学子也给逗乐了。一个8岁男孩竟然是大学食堂的厨师。小朋友，请问你做的至尊炒饭能试吃吗？一个小孩子为什么会出现在后厨？他有什么来历？是什么身份？这些摆在眼前，勾人好奇的直播要点都被直接忽略。刘雨薇的注意力居然全在一份炒饭上，真是气死我了！这个吃货。试吃，你想吃就吃吧。食堂窗口本来就是给学生供餐的，如果好吃，记得好评。明白明白。虽然食堂做饭要好评有点怪怪的，但是美食当前，也顾不得那么多了。尼玛，是吃就是吃，你拿个勺子挖一点儿就行了，哪有直接端走那么大一份的？大姐，你在做节目啊？那我先替大家尝尝。太香了吧！蛋香与油香交织，虾仁更添鲜味。正当稍稍要品出略微油腻的后味时，米饭的清香一涌而上，反倒是让人神清气爽。咋样啊，雨薇，好吃不？半天都没说词儿了，这算不算播出事故？哈哈哈！别说，这至尊炒饭看起来确实挺诱人啊，我都有点想去尝尝了。至尊炒饭而已，再好吃能有多好吃啊？上面的弹幕是不是饿了？擦，你管这叫是吃？导播老师，你也来一口，这炒饭太绝了。
我来一口，我来你妹啊！看来以后千万不能再让刘雨薇碰美食类节目了，目前只能由我顶上了，只能凭借我过硬的本领上演极限救场。哈哈，同学们，我就先带雨薇试吃一下，大家可以看到这炒饭配料比外面的更加丰富，想必也是为了运动员的营养需求考虑。这个味道，导播老师忽然感觉心里猛然被击中了。至尊炒饭的味道像一只温柔而又坚定的大手穿透了导播老师的肉体，抚慰着他的灵魂。无数回忆山呼海啸而来，这是妈妈的味道。而今他的妈妈已经不在了，也试着请名厨复刻妈妈当年蛋炒饭的味道，可怎么吃都不是那个味儿了。谁曾想，从这个小孩的炒饭中，居然尝出一份当年的悸动，当年的温馨。随着导播老师的沦陷，校电视台开播以来最诡异的场景上演。刘雨薇正对着一大盘炒饭疯狂干饭，而导播老师则是坐在一旁默默流泪，空气都凝固了。站在一旁扛着摄像机的摄像师整个人都不好了。尼玛，我现在应该拍什么？你们特喵的连话都不说，这节目难道要靠我一个摄像师进行？要不我也过去吃炒饭得了，这炒饭闻着还挺香的。与此同时，遥望着状况百出的校电视台三人组，其余后厨的情绪越来越躁动起来。竟然完全没把我们这群大厨放在眼里，至尊炒饭连最基本的隔夜饭都没有用，能好吃就怪了。可一行记者还吃得津津有味。那小孩是赵振海的亲戚，是关系户，基本上已经可以实锤了。要不是那样，校电视台的那帮人怎么就只吃他们窗口的饭？你们都没说到点子上，先是搞个小孩关系户，紧接着又来电视台，一拉一踩，这赵振海思想借这咱们的名声给那叫李长寿的小鬼头扬名啊！卧槽，原来是这样，那赵振海是给咱们设了个套给咱们钻啊！雨薇，快别吃了！妈的，自己居然都被刘雨薇给带跑偏了。看厨师们群情激愤的样子，这是又要出大状况了。这炒饭太好。对了，导播老师已经交代过了，我不能说这炒饭好吃。这炒饭太健康了，太实惠了，太营养了，太让人湿润了，眼角湿润。这算什么词儿？这个记者的脑子是不是有点问题？任务进度有口皆碑，1000分之104。不过不管怎么说，今天的第一个好评是到手了。看来不管是烤鹅腿还是炒饭，只要做得好吃，那都会得到食客们的认可。对了，小朋友，加个绿泡泡，方便我以后找你采访。雨薇，赶紧继续采访其他窗口，别的厨师已经有情绪了，快！我马上。果然，当见到刘雨薇一行人朝自己的窗口走来时，大厨们的神色才稍稍缓解。然而很快，厨师们发现有些不对劲。刚才这个记者在李长寿的窗口，那可是大吃特吃，连导播都坐那儿尝了几口炒饭。然而到了我们的窗口，就随意介绍就完事儿了。试吃环节呢？这不是糊弄我们呢？雨薇，要不你再尝几口？老师，吃不下了，就一口。我们接下来看1号窗口，他提供的美食是罗宋汤，我们来试吃一下。完蛋了，刚才那炒饭吃的太多了。然而刘雨薇的这一举动，也让厨师们酝酿了许久的愤怒情绪被彻底点燃。不是，我说你们水木大学是几个意思啊？想说我做的饭难吃就直说，不用在这里表演。我在外面可是西餐厅的主厨，这是想砸我招牌是吗？哼，不带这么羞辱人的！妈的，那个导播老师，你给我过来，给我们解释解释。你们水木大学厉害又怎么样？我们这些厨师都是有尊严的，我们需要一个交代。厨师们纷纷扔下手中的厨具。有啥好看的？李长寿则是老神在在继续做着自己的至尊炒饭。这下完了，导播老师整个人都麻了。刚才他们就在其他食堂搞出来了乱子，没想到在这东食堂搞的乱子更大。你们都在干什么呢？墨城大学的学生已经到校内了，稍事休整，他们就会来到食堂用餐。你们的备菜量少得可怜，就这根本是不够墨城大学的师生们吃的。人家远道而来，舟车劳顿之下本就饥肠辘辘，结果想吃一顿饱饭都提供不上，像话吗？这是我们不好好备菜吗？赵振海，你堂而皇之的走后门，还找电视台拉踩我们这些厨师，这谁还有心情好好做饭？要不是你任人唯亲，羞辱我们，事情能发展到现在那样吗？我猜那个叫李长寿的是你的小侄子吧？有个当后勤主任的亲戚就是好啊。李长寿什么时候成我侄子了？我怎么就走后门了？你们是脑子抽风了吧？既然撕破脸皮了，我也有话直说了。赵振海，你别把我们这些厨师当傻子，像这种套路我见多了。请我们一帮专业厨师过来，然后再找记者过来说我们做的菜不如一个孩子做的，一拉一踩让那个叫李长寿的小子扬名。哼，你反正必须给我们个交代，要么长心，要么让那毛都没长齐的小孩子滚蛋。我是累了，得歇会儿喽。
既然关系户那么有本事，就让他多做点给那些外国学生吃吧。8岁男孩第一次给大学食堂做饭，却引来其他5星级大厨的强烈反对，因为对于他们而言，跟一个乳臭未干的毛头小子共事，简直是对专业与经验的极大亵渎，并要求必须辞退小男孩，否则他们就集体罢工，必须让他滚蛋！都他妈活腻歪了是吧？谁再说我儿子一句，老子今儿把他做成菜。啥意思？还想打人？关系户还真当水木大学里没有法律了？来，你懂我一下试试，我还不信你今天能把我们都打死。这算什么事儿？这整个后厨都已经乱成一锅粥了。墨城大学的朋友们，这就是你们要用餐的食堂，我们的大厨师傅已经给你们准备了美味可口的饭菜。完了，赵主任，对不起，我没想到事情会发展到这个地步。如果有什么需要我做的，您尽管吩咐。请大家安静一下。无论是什么原因让大家对我产生了误解，我先给大家道个歉，但还请大家继续坚持在岗位上，我会给大家加薪来补偿。加薪？我们还真不差这点钱，我们真正在意的是名声。想让我们继续做饭，可以，你先把那关系户给辞退了再说。有这对关系户在，你就别指望墨城大学那帮学生吃饱饭了。爸，别搭理他们，咱做咱的饭就完事儿了。这事情可太难办了，如果任由大厨们闹情绪，墨城的学生们该怎么办？如果因为食堂问题运动会不能顺利开展，那我也要跟着受大处分，直接被降级都有可能。要不把李长寿先辞退了，工钱照给就是了。没办法，这年头讲究的并不是谁对谁错，有时候用枪指着好人是最方便有效的做法。然而看到李长寿又炒出了一大锅炒饭，眼神中仿佛满是对厨艺的热情和难道我真要开除这么一个孩子？绝对不行。其实赵振海不知道李长寿是无所谓的，如果被辞退，等于是干了一上午拿10万块钱走，也不是不能忍。前世的历练早让李长寿心智成熟，可没那些个大厨那么玻璃心。我绝不会辞退一个像李长寿这样优秀的厨师。看看，果然是不舍得呀。呵呵，赵主任，既然你对你的关系户那么包庇，那就自食恶果呗。他做了那么多炒饭，就让他喂饱这些墨城大学的学生算了。我们中午是要休息一下，不干喽。到时候墨城大学学生吃了炒饭不满，投诉时，哼，看你赵振海准备怎么收场。不用你们这帮饭头，我儿子一个人就够了。老爹，你倒是口嗨了，我可就有的忙了。很快，110号墨城大学的学生们就来到了个大窗口前，然而人流分开，集中在了其余3个窗口，唯独李长寿的4号窗口空空荡荡，无人排队。没办法，毕竟这些毛熊国学生初来乍到，吃东西自然会选择较为熟悉的料理。很快，大厨们制备出来的各种备菜就被消耗了七七八八，而墨城大学的学生们还有一大半没有吃上饭呢。你们在做什么？为什么不制作食物？我是举重运动员，你们备了那么一点饭，食物根本不够。你们齐国就是这么招待客人的吗？梅耶夫有点无奈，忽然他的目光落在无人的4号窗口前。那是齐国的米饭，现在好像也只剩下4号窗口一个选择了。一般来说，他们毛熊国人是不吃女食的，主食主要是由面包、面条以及土豆构成，但现在显然也由不得他梅耶夫选择了。这能好吃吗？没办法，将就吃吧。下午就有比赛了，不吃饱怎么能行呢？如果好吃，给个好评哦。梅耶夫挖了一大勺这陌生的食物放入嘴中，随着梅耶夫的咀嚼，他的眼神从怀疑渐渐变得清澈了。苏卡，这简直就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。嘿，梅耶夫，难得听你小子嘴里能吐出来夸赞别人的话，让我也尝尝。哇哦，苏卡，这玩意儿简直比妈妈做的烤面包还要美味。来来来，大家都来尝尝。一瞬间，梅耶夫的身旁就围过来一群墨城大学的学生，大家你一勺我一勺，梅耶夫的一大份炒饭就见了半。胜负在上，这齐国的食物实在是天上的恩赐。原来齐国的米饭这么好吃，它里面的虾仁、豌豆，甚至我最讨厌的胡萝卜都有浓郁的滋味。这米粒像是在我嘴里跳舞，虾仁表皮微焦，咬下去又都是鲜美。天哪，我要晕倒了！你们要吃，自己买去。再吃我的齐国炒饭，我要动手了。宿主获得好评加6，也获得1000分之110好评。见自己好评数又涨了几个，李长寿抖擞起了精神。大家快来尝尝，我这儿备的烤饭可多着呢。如果喜欢，记得给个好评哦。没一会儿功夫，4号窗口前就大排起了长龙，而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尝到炒饭，大家的眼神也变得逐渐狂热。李长寿的4号窗口被挤得满满当当的，有些人已经吃完了一整份炒饭后还不满足，赶忙来打第2份。你的炒饭实在是太好吃了，我这辈子要是吃不到怎么办啊？不行了，我1分钟没有炒饭吃，我就觉得有蚂蚁在身上爬。
眼见任务进度开始疯长，李长寿都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了。你们收敛点，我就一小孩，你们这么说我会膨胀的。什么小孩？你是神，是食物之神。什么情况？从大厨罢工到李长寿引起墨城大学的学生膜拜，说来缓慢，但是也就20多分钟的事儿，一份炒饭而已，真的至于吗？不得不说，那小朋友的炒饭的确太好吃了，我第一次尝到的时候都有点把持不住。对了，雨薇，咱们的节目还拍着呢，你顺势给墨城大学的学生们做个采访吧。雨薇能？导播老师四处寻找，最终他发现了混在墨城大学学生队伍里的刘雨薇。你特喵刚才不都撑着吐了，还能吃？看来刘雨薇今天中午是不能正常工作了。这不对吧？在这些大厨的设想里，这次一定会让赵振海难看。可谁料，即便他们罢工，人家李长寿一己之力，居然撑起了整个食堂的工作。最关键的是，李长寿一份至尊炒饭，居然吃的那帮外国佬屁颠海南的，大厨们再也坐不住了，开始重新开火做饭。同学，新出锅的罗宋汤，快来吃喽！同学，我们这儿又有烤肉了，你来一份。然而，即便是刚才还桀骜不驯的厨师们，态度180度大转弯，努力推销起自己的菜肴，但还是没有学生愿意驻足看他们一眼，形势彻底逆转了呀！这帮墨城大学学生就是没吃过好东西吧？我就不信一份炒饭能多好吃。可当厨师们尝到炒饭的那刻，眼泪都下来了。你妈，李长寿是怎么研究出来这炒饭的？这炒饭能是人做出来的？我想，我们是时候谈一下合同违约的事情了。赵主任，误会，这都是误会啊！我们不知道您请的那位小神仙居然有那么好的手艺，以为是您刻意给我们设套呢。就是啊，赵主任，您看我们下午一定会好好做饭，您让我们做什么传统美食我就做。我想问问你们，就算我网开一面继续雇佣你们，你们又能干点什么？你们做的饭真的有人吃吗？无论哪个厨师都听不得这话，要有人敢这么说，绝对上去拼命。然而，现在他们还真反驳不了赵振海。赵主任，我们明白你的意思了。既然是我们违约在先，那么我们接受被辞退，甚至我们愿意支付违约金。但是您能不能请电视台的人不要把刚才的直播录像放在网络上？对于这帮大厨来说，脸面和名声是最重要的。你们刚才既然说我走关系，干涉校电视台，那我现在更不能出这个面了。万一你们事后再举报我，那我就说不清了。不过我可以把雨薇同学喊来，你们和他谈。很快，大厨们向刘雨薇说明了自己的诉求。不好意思，你们说晚了，我已经把刚才的直播录像发到我个人微博上面去了。原因嘛也很简单，我乐意。刘雨薇也是个有个性的主，她从事新闻行业的初心就是播报真相，自然不可能为大厨们特意隐瞒。哎，早知道这样，我就不应该接这份差事。错了，早知道这样，咱们就不应该误会那小孩。一个8岁男孩的烤鹅腿，竟让京都大学学子们为之疯狂，也导致隔壁上百斤的羊肉串无人问津。老婆过来，等着吧你们。张雅文是吗？我是德胜小吃街的管理员，我发现你们的营业有违规行为，所以从今日起，你们的摊位取消，以后不准再来摆摊。管理员，您一定是误会了，我家的李记鹅腿摊一直老老实实经营，哪有什么违规啊？别废话了，赶紧来小吃街把你的摊位收走。由于烤鹅腿摊是张雅文在小吃街注册的，所以管理员的通知仅拨打到了张雅文的电话上。这可怎么办呀？李向东和儿子现在在水木大学正忙活着呢，如果这事儿让他们分心搞砸了手头的活，那就不好了。毕竟水木方出手阔绰，做好食堂工作也是我们家目前的重中之重。算了，自己跑一趟吧。小孩哥呢？这阿姨是谁呀？这个阿姨我有点眼熟，总感觉几年前见过。这是鹅腿阿姨啊，前几年是她最先开始摆摊卖鹅腿的，她是小孩哥的妈妈。居然有这么多同学排队等候，李长寿和李向东去水木大学了。今天鹅腿摊是不出摊啊，这是没有事先通知到位啊。同学们不好意思，我们李记烤鹅腿今天是不出摊的。阿姨，我们知道李记烤鹅腿不出摊，但是我们就是想碰碰运气。是啊，其实小孩哥今天上午已经在聊天群通知过我们中午不来了，但是我们怕他下午来得早，导致我们错失排的好位置。我家小崽子的烤鹅腿居然让这帮娃子这么疯狂，都让一样，你们的烤鹅腿因为非法经营已经被取消摊位了，现在这摊位是我们的。张雅文瞧见白纸黑字的合同，大脑中顿时嗡了一声。烤鹅腿摊是张雅文、李向东共同经营多年的努力，说没了就没了。我们怎么可能非法经营呢？我们都是老实人啊，这应该是搞错了吧？睁大你的眼睛看仔细了，最后这就是德胜公司的账，怎么会搞错？你要真没非法经营，人家小吃街的管理员怎么会冤枉你？现在的坏人啊，
就喜欢装老实人。你把合同给我看一下。你想要闹事去找管理员呢？别影响我们做生意，赶紧滚，别在这胡搅蛮缠。此时，学生们有点看不下去了，看到曾经的鹅腿阿姨被如此对待，大伙儿心里都是100个不乐意。怎么说话的？你占了人家摊位，人家看看你合同细节不行。我看应该滚的是你们夫妻俩。我前一阵子在你们的摊位吃羊肉串，直接化身了一晚上喷射战士。我怀疑你们用的都是变质的肉。我警告你啊，交流就好好交流，别骂人。也有一些学生也拿起手机，在群中艾特起李长寿来。小孩哥，你在忙啥呢？赶紧回小吃街，有人来你们的摊位找茬，你妈妈也在这里。小孩哥速回，有人偷家。马上回去，照顾好我妈，必有重谢。都干什么呢？给我散了！哟，表哥您终于来了。王猛表哥，这个张雅文不服管理，还聚众闹事。表哥，见过不要脸的，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，这是一点都不藏着掖着。这下明眼人都能看出来，大概率这陈强是走了他所谓表哥的关系，才拿下了摊位转让的合同。有了李记烤鹅腿摊位被收回这事儿，聚众闹事。张雅文，说说吧，你有啥不服的？我说你非法经营，那绝对是非法经营，不会错。我问你，你这李记烤鹅腿的工商注册人是谁啊？当年就是我注册的，手续完全合规。那就是了。那你们李记烤鹅腿的实际经营者是谁呢？是你老公李向东吧？管理员师傅，这有啥问题吗？当然有问题，你犯法了，知道吗？应工商要求，小吃摊注册人和实际经营者必须保持一致。你这种情况属于冒名经营，我没报警抓你都是好的，你还好意思在这儿撒泼闹事？怎么样？你还有啥说的吗？你表哥不愧是上过几年学的，这说起来一套一套的，把那泼妇说的都接不上话。那是必须的，把他们摊位上剩下的家伙事儿全给我扔了。王猛一声令下，保安就要去将电吊炉推翻。张雅文面色一变，想要上前阻止，王芳却直接上前一把推开了张雅文。死娘们，我看你是欠挨打了。说着，泼妇见上来，上去就要给张雅文一巴掌。可谁料下一刻，只见身前站了个极其高大的身影，这人身高至少有2米，配合上手臂隆起的肌肉和大光头，简直让人联想到梁山好汉。此人正是京都大学篮球队首发中锋。你们这些人是当我们京都大学学生不存在啊？有我们在，就没人能欺负鹅腿阿姨。大学生正是正义感爆棚的时候，随着校篮球队中锋一出手，学生们也都挺身而出，将张雅文护在了队伍。陈强，有人欺负我，你丫看什么热闹呢？陈强看着身高2米的大中锋咽了口唾沫，站着不敢动。夫妻俩都是废物，你们俩赶紧去帮忙。王猛招呼俩保安，却看到2个保安手死死地粘在电吊炉上，白眼直翻，嘴里都快吐出白沫了。这又是啥情况？这特喵的你俩大活人还能让一个电吊炉给反杀了不成？他们这是触发了我预设的防盗系统了。电吊炉识别到没有录入的人脸企图搬运，就会自动产生微弱的电流来，达到震慑歹徒的作用。只不过现在来看，这防盗电流设定得有点大。猛哥，这电吊炉有鬼啊！猛哥，我骨头都酥了，我这算不算工伤？这一定是工伤啊！滚你丫的，让你搬个炉子都费劲。王猛心态已经开始炸了。与此同时，由于刚才的混乱，也吸引了一些路人和周边商贩的围观。有了，大家帮忙！我只是按照规定来回收李记烤鹅腿的摊位，毕竟他们非法经营。然而，这张雅文不单单不配合工作，还纠集大学生对我们使用暴力，这实在是没有王法了，太欺负人了。王猛越演越像，到最后眼眶都发红了。你们这帮学生啊，简直是无法无天，让我给你们都拍下来，发到网上去。哎，后生，不要这么冲动嘛。这年头很多人就这样，他们不会去理会真正的事实，只喜欢站在高地指责他人的感觉。而学生群体往往又是最容易被拿捏的软柿子，被王猛这么一脚，让这帮愣头青学生娃有理也变得没理。一个8岁男孩的烤鹅腿，竟让京都大学学子们为之疯狂，也遭到同行嫉妒，想要将他们赶走。大家帮忙！我只是按照规定来回收李记烤鹅腿的摊位，毕竟他们非法经营。然而，这张雅文不单单不配合工作，还纠集大学生对我们使用暴力，这实在是没有王法了，太欺负人了。不是的，事情不是他说的那样。阿姨，您不用跟他们说。此时，人群中一名瘦弱的男生扛着摄像机站了出来，是京都大学新闻系的。男生把摄像机对准群众也拍了起来。不是，学生，你拍我们干什么？这是啥意思啊？把你那摄像机给我放下！我拍什么？我拍证据啊！你们这样听风就是雨，正好符合我现在的新闻课题：谣言的传播。我把你们录成素材，回头做成纪录片弄到电视上放。新闻系学生这么一说，哪还有好事群众敢再说什么？几个刚才还在拿手机拍摄的直呼晦气，扭头就走，不敢有片刻停留。大家别怕他们，他们绝对是违法的，这些不法分子就应该声讨。
既然新闻系的同学开始录像了，那我这个法律系的借着摄像头保留证据讲2句。你刚才说李记烤鹅腿注册人和经营人不一致，所以要取缔。首先，我要强调的是，德胜小吃街所属的德胜餐饮公司仅为民营企业，你也没有任何执法权。即便是李记烤鹅腿的经营资质有问题，你们也无权没收摊位。你这种行为属于单方面违反合同。我这么说，你能不能理解？有没有问题？这个就算我没有执法权，但是他们违法，我这也应该管理。他平日里也就被几个法条吓唬人，但是遇到专业的，他当然是小虾米见了海王，囫囵话都说不出来。接着，我们来谈非法经营的问题。非法经营通常是指贩卖违禁品、管控品、法律证书以及哄抬物价、垄断资源等行为。小吃街摊位注册人和实际经营人不一致，实际上并不属于非法经营的范畴。其次，即便注册人与实际经营人不一致，也不触犯工商管理条例，只要营业执照经营者名字和实际经营人一致即可。而我刚才已经调查过了，李记烤鹅腿已经做了相关变更。那你们刚才打人总犯法吧？即便我们工作有疏忽，你们也不能打。停，我们只是阻止了你们对张雅文阿姨的不法侵害，并没有对你们采取任何攻击行为。在场有人证，街角也有治安摄像头。倒是你们结伙强占摊位，以暴力手段驱赶经营者，已经触犯了寻衅滋事、殴打他人等多条治安法规，而且我怀疑你们属于黑恶势力，值得进一步取证调查。王猛头大了，尼玛，这学法律的是真狠！你说什么？我听不懂，我有事先走了。他表哥，咱走什么？这件事儿可不能就这么算了。你收了我们的红包，总得办事吧？你给我狠狠收拾这帮学生！去你丫的！管不了这些学生，还管不了你王芳？快点走！现在还不走，等什么呢？非要被学生逮住狠狠真实才行。王猛，你居然敢打老娘！你这收了钱不办事儿的白眼狼！王芳挥舞着肥硕的胳膊，瞬间和王猛撕扯在了一起。你们不用在这里当显眼包了，今天你们都走不了。随着法律系妹子话音落下，几个学生将王猛等人一围，显然他们是轻易走不掉了。本来以为只是简单的卖个人情，没想到会牵扯到这么一帮子奇怪的学生出来。最关键的是，这帮学生干啥的都有，这哪里干得过人家嘛？王猛第一次见识到了学生的厉害，并给他心里留下了深深的阴影。表哥，现在咋办？没办法了，只能找大哥了。这帮学生仔还是太年轻，我今天就要让他们看看什么是人情社会。大哥，喂爸，我在德胜小吃街买吃的，遇上了点事儿。师兄，您不忙吧？德胜小吃街有情况，您来一下。半个小时后，一台轿车停在了小吃街前。卧槽，是经理来了吗？谁料下车的是一个被保镖簇拥的陌生面孔，50岁的年纪，梳着个大背头。这是谁？大，你怎么才来？我在你的小吃街排队买鹅腿，没想到见到这个管理员欺负人。卧槽，钱董，德胜餐饮集团的董事长钱鸿飞。当从女儿那里了解完来龙去脉后，钱鸿飞一脸古怪。就这么点事？是的吧？他们太过分了，我觉得这影响咱家的企业形象。联系人力登记一下他们的信息，开除。对于钱鸿飞来说，开除这种基层的不能再基层的员工实在不是他的工作范围。但是女儿都开口了，那就亲自下场呗。王猛，你明天不用来上班了。表哥，这你就没了。陈强人都傻了，这剧情节奏也太快了点吧。反正开除了我，他们也得给我补偿金。此处不留爷，自有留爷处。嘴上是这么说，王猛的眼泪却止不住流下来。单靠工资，王猛其实根本赚不了什么钱，毕竟这是京都，工资不过万根本不够看。要提赚钱牟利，王猛最大的收入来源其实是靠着管理员的身份收刮商贩的油水。工作一丢，这下子油水全没了。强子，都是你给老子惹的好事。陈强被扑倒在地，很快三人就再次乱作一团。不过混乱没持续多久，又有2辆车开来。小师弟，你找我要处理什么问题？难道你发现了什么大案要按线索？男人是公安局刑警大队的队长，也是京都大学刑侦出身。就这点事儿，这他喵的就是一治安纠纷啊！找派出所民警不就解决了？不过师弟既然开口了，看在同门情谊的份上，这事儿能处理还是顺手处理了。把那几个带到就近派出所去，说明情况。殴打他人、寻衅滋事，基本可以给他坐实。重点调查是否是黑恶势力。就在这时候，一辆宝马车疾驰而来。等一下，谁敢动王猛弟？王猛见到自己摇的人终于到达，顿时像溺水的人抓到了救命的稻草，感动的鼻涕和眼泪都下来了。然而2分钟后，这个经理也给我开除。又来同伙了，一起带走吧。坐在车里的王猛和经理面面相觑，王猛有点不好意思的挠了挠脸，而经理的表情已经扭曲了。老几杀了你？经理，您别冲动。王猛等人前脚刚走，李长寿和吕尚峰才坐着出租车风尘仆仆的赶到。以后这种事儿你就不应该自己来，啥事都要先通知我，知道吗？老李啊，这帮孩子可是帮了咱们大忙了，咱们可得好好谢谢他们。
没事儿，这都是应该的事儿。小孩哥可是我们的饲养员啊，这我们不帮忙谁帮忙？为了答谢大家伙儿，我准备晚上10点钟去京都大学门口给大家发放免费补偿，再次谢谢大家。补偿那肯定是烤鹅腿啊！小孩哥牛叉，那我晚上就等你了。感谢小孩哥，不过免费就算了，我们乐意掏钱。大伙儿说的这是什么话？应该是我们家感谢大伙儿。对了，小孩哥，你在聊天群里说接下来3天都不会出摊，你是干什么去了？哦，我去水木做饭去了。水木大学？你怎么能去那种地方？水木大学咋了？听陆桃这话里的意思，整的水木大学像什么非法场所一样。小孩哥，你怎么不说话？是不是水木大学诱拐你去的？放心，我们是你永远的后盾，什么都可以告诉我们。听陆桃这么说，人群瞬间沸腾了起来。哎呀，把这俩学校的关系给忘了。在前世，这俩学校经常因为一点小事儿整得不可开交，这要是因为自己把事儿闹大就不好了。大家误会了，我不是在水木大学做饭，我是在一个叫水木餐厅的饭店做饭，去那打临时工。那就没事了。行，小孩哥，我们就先走了，晚上见。